那是10几年前我住群租房时遇到过的一个诡异经历，每次想起，心里面既后怕又会泛酸。当时我刚大专毕业不久，是个北漂，住在号称贫民窟的一片老破小区里。那里的很多居民是外地来打工的租客。那时的我刚参加工作，兜里没钱，只能和别人合租一个半地下室。一室一厅的房子里，为了省钱，我拉了个帘子住在客厅。屋子里住着一对中年夫妻。因为作息时间不一样，我平时很少能见到那对夫妻。他们白天在屋里睡觉，晚上出门，从不和我交流。那夫妻俩30多岁的样子，丈夫看起来老实木讷，妻子总是浓妆艳抹，穿着暴露，胸口白花花的肉让人不好意思直视。我知道他们是做什么，那种赚钱的事儿见不得光。虽然我同情他们，但我能力有限，帮不了他们。这个世界上每天在发生的各种魔幻又真实的事情层出不穷。在没遇到他们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有人会过得那么惨，为了生存苦苦挣扎，为了带着良心活下去，放弃了尊严。好看的精品短篇悬疑恐怖小故事，一口气看到大结局，每天更新。喜欢评论区扣1，无聊扣2。温馨提醒您，正文开始了。那是个5一假期，可我还要苦逼的加班。本想睡到6点半再起的，但是朦胧中被一阵阵刀砍菜板的声音吵醒。我一看手机，我去，才凌晨4点半。我烦躁地爬起来去厕所，发现是合租的大姐正在厨房剁肉馅包包子。平时我们从不做饭的，她这大清早做包子是抽风了吗？天还没亮呢，但那包子实在是太香了，在厕所里都闻得到，搞得我坐在马桶上竟感觉到饿了。刚从厕所出来，大姐便喊住了我，喂，你过来下。这不是她第一次和我说话了，但语气依旧那么丧。我揉着眼睛走进厨房，那股子肉香更明显了。我不禁深吸了几口香气，锅里有正在蒸的包子，大姐还在继续包着。氤氲的蒸汽中，我看到了她的脸，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我甚至感觉她左侧脸颊凹进去了一大块，都是拜她老公所赐。那个看起来很老实的男人，喝完酒后就会家暴。想起不到1个月前的清明节那天，我们单位搞团建，我回家的晚，晚上12点多碰巧遇到了提前下班的他们。大哥拎着瓶6块钱的老白干，一身酒气；大姐身上衣服残破，脸上乌青，嘴角带血，很明显是刚被别人施暴过。我刚想上前问怎么了，大姐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行，人家的家事不用我管，我猜这个男的就是个打老婆的王八蛋。用我们老家话说，这种人就是又熊又不老实的。人家不让我多管闲事，我干嘛要掺和？只是这个女人太惨了，这么久了，脸上的伤都没好。我盯着案板上包好了的包子，真皮儿薄馅儿大，那包子皮儿里透出粉色的大肉块，惹得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大姐却没看出我的馋样，她哑着嗓子跟我说，我得走了，这是我给她做的最后一顿饭，等她回来后，你告诉她，就当我死了，别出去找我。说完，拍拍手上的面粉，开始收拾厨房，把案板边上一大块肉皮扔进了垃圾桶，上面竟然还有俩血肉模糊的奶头。我听说猪腩肉的肉皮上就是带奶头的，没想到长这样。我知道这个女人承受了太多，她不但要面对贫困带来的窘境，还要面对无尽的屈辱，更要面对丈夫变本加厉的家暴。也许她走了就解脱了吧。我什么也没说，只点点头，拉开帘子回了我的房间。当时不知道怎么了，我真想她能喊住我，给我个包子吃吃。我从没闻过那么香的包子。回到床上，我睡不着了，拿起手机看新闻，辗转了1个小时，睡不着。厨房里大姐还在忙碌着，回想起他们夫妻的经历，只觉得穷太可怕了，能让人变得不把自己当人。熬到了6点，我很无奈地爬起来，准备出去吃个早饭，到公司加班去吧。
没想到当天下午我又临时被叫到外地出差，回家收拾行李的时候，想起大姐早上对我说的话，我走到了他们的房门口，想要敲门，犹豫了下，又把手放下了。这种话还是不传了吧，别大哥拉着我诉苦，耽误了我赶火车的时间，更何况这是他们两口子的私事儿，我也对家暴的男人嗤之以鼻。拎着行李下楼的时候，听到楼下大妈们围在一起闲聊，那嗓门大的我走老远了都能听得到。知道吗？今早河边小树林子里发现了一具死尸，是个男的，自己上吊死的。听说了，据说死得很惨啊，上吊之前把自己给淹了，还把胸口和肚皮给割下来了，就是他自己拿刀子割的，听说肠子流了一地呢。你说这人怎么对自己这么狠啊？这是遇到什么想不开的事儿了？一番话说得我直打寒战。这片居民区里，除了回迁的当地居民，更多的就是来自天南海北的租客，做什么的人都有，鱼龙混杂。好多人白天在内环打工，晚上回来把这儿当成落脚睡觉的地方，所以这片居民区又被称为睡城。兴许又是个命运悲惨的人，无法面对现实，做出了极端的事儿了吧。说起命运多舛，打小起我见过的最令人同情与可怜的，就是和我住在一起的这对夫妻了。火车上我一路回想，他们是在3月份的时候搬进来的。那天大哥拿着行李，大姐捧着个蒙着黑布的东西，仿佛宝贝似的，端得稳稳的。两人对我漠视，仿佛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多余似的。那大姐的装扮和她老公一点都不配，风尘味很足。我甚至是怀疑过她的职业，毕竟他俩白天从不出屋，都是晚上才出门，第二天早上才回来。回来时一身烟味儿，我见到他们最多的时候是在早点摊上，可能是他俩下了夜班，在路边吃个早点再回家。每次我也不跟他们坐到一起，毕竟他们和我之间总是刻意的保持一定的距离，好像故意躲着我似的。有时他们回家早了，我就能听到他们屋子里传出女人的哭声，我想是夫妻俩吵架，激烈的时候甚至有砸东西的声音，可能是两人动手了吧。我们这破楼没有物业，难道要报警？算了，别多管闲事了。直到有一天晚上，我终于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了。那是清明节过后的4月份中旬，那天我被领导拉去陪大客户应酬，说白了，我就是个替领导挡酒的。当晚真是喝多了，好几次跑厕所里抠嗓子眼，吐完了再回包间接着喝。因为领导说了，小张啊，这笔订单能拿下来的话，我升你做销售部副总监。这意味着什么？每个月我能多拿1200的工资，还不算提成。那天晚上我喝多了，送领导上了出租后，我独自走在路上。初春的深夜，空气中有了丝丝寒意，一阵风袭来，胃里又翻涌起来。我抱着一棵大树又吐了个干净，抬头看手机，这点儿已经没有地铁了，公交末班车也没了，我只能忍痛在路边拦出租车。一辆灰色破旧面包车停到跟前，司机摇下窗户喊：走吗？去哪儿？定睛一瞧，那司机竟是一起合租房的大哥，感情他是个跑夜班的黑车司机。大哥和蔼地说：是你啊，喝多了吧？上车，我拉你回家。虽然我平时挺不待见他的，但是回家2字让我心头一暖，二话没说，拉开中间车门就钻了进去。刚坐上车就差点摔了个趔趄，这车的中间排座位竟然被拆了，车子立马发动，还没等我摸到座椅，一股子劣质香水味扑鼻而来。后排座椅上竟然坐着大哥的老婆，黑暗中她的脸色更加苍白，浓郁的胭脂和口红遮挡不住她脸上的伤痕。怎么拉黑车还带人接客？在我愣神的功夫，大姐的脸瞬间变了。真倒霉，是你啊！你不知道这是什么车吧？说罢，她从包里掏出一根烟点着了，穿着黑丝的双腿换了个交叉方向，不紧不慢地说：算我倒霉，一晚上没接到客，看来今晚遇不到什么客人了，顺路把你送回去吧。我恍然，
这哪是一辆黑车，感情是一辆做色情交易的流动接客车。我点儿也太正了，一招手竟能拦到这种车。平时听同事们说过，有做这行的，车是被改造过，方便在后面办事，甚至还有在车里放一个床垫子的。这种流动交易不容易被抓，没想到今天让我给碰到了。难怪大姐平时穿着风尘味十足，没想到两口子一起干这种勾当，真是开了眼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不过我实在是醉得快要瘫倒了，连下车的力气都没有了。管他什么车，看在腰包寒酸的份上，我还是勉强坐下去吧。一路上大哥一直开车也不吱声，倒是他老婆显得有些烦躁，一口口的抽着烟。我就坐在车底座上，忍着胃里一阵阵的翻涌，偶尔眼睛扫过那个女人的脸，路灯照射在她的脸上，衬得她那张脸艳俗中又带着一丝落寂，青紫的斑斑伤痕让她看起来那么沧桑，又带着一丝无助。好久没找人说说话了，我跟你说个故事吧。那女人可能是平时只顾的接客，逮着我这种不干那事的乘客，自顾自地打开了话匣子。有一对夫妻，他们从乡下到了大城市打工，男的在工地上做力工，女的在工地上做饭，两人夫唱妇随，攒够了钱，把儿子从老家接了过来。他们花钱让孩子上了民办的幼儿园，日子虽然过得紧巴，但好歹是一家人团聚了。夫妻二人拼力工作，女人还抽空给工地上的工友们洗衣服，为的就是想多赚些钱。他们想留在这个城市，买房，把根儿扎在这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他们眼瞅着租住的平房对面又有一大片正在建设的新小区，听说那叫金市房，价格便宜。如果他们省吃俭用再赚些钱，很有可能能买上那里面积最小的一居室。他们打听过，首付不高，再把老家的房子卖了的话，是很有可能实现的。为此，他们有了希望。除了生活必须开支，多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孩子来城里3年了，都没带去动物园玩过一次。不成想，就在他们为了希望而努力的时候，孩子突发高烧不退，去了几家医院检查，都被确诊为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是严重的儿童血液疾病。从此天塌了。因为没有钱给孩子买商业保险，只在幼儿园买了1年100元的普通保险，疑难大病不能报。他们花光了所有的积蓄，把老家的房子也卖了，借了很多亲友的钱，甚至包括工地上工友们的钱。但孩子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还多次因感染导致脓毒症，孩子变得越来越虚弱。妈妈白天陪护他进行抗感染与清水化疗，晚上等他睡着后再出去赚钱。为了陪孩子进仓化疗，妈妈还剪掉了一头长发，但是最终孩子还是没救得过来。他们欠下了巨额的债务。讲到这里，女人的声音有些哽咽。我听明白了，她嘴里说的故事其实就是她夫妻俩所经历的。因为这个女人就是顶着一头短发，这对夫妻俩想赚快钱，走了违法的捷径。那一刻，我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只是跟着在黑暗中眼眶湿润。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故事，或许是压抑太久，需要找个宣泄的出口吧。毕竟这不是什么见得光的事儿，也许说给我这个萍水相逢的人听，也不怕我传扬出去吧。或许他在用这样的方式给我这个住在一起却没怎么说过话的人一个合理的解释。难怪他们总躲着我，是怕我嫌弃他们吧。回想起他们刚搬进来的时候，大姐小心翼翼捧着的那个东西，会不会是他们孩子的骨灰盒？因为有这个东西的存在，所以宁可花多一些钱住在卧室里。不知道他们接活的时候，大哥心里是什么滋味？可能是要天天面对屈辱与无力，才会一次次打老婆，借此发泄。想到这里，我恨得牙根都咬紧了。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无耻的男人，让老婆出去卖，还打老婆？到家后，他们没要我的钱，大哥想扶我上楼，被我拒绝了。事后想想，我真是喝多了，怎么能免费蹭人家的车坐？应该多少都要给些钱的，毕竟他们是为了活下去而在挣扎。
第二天，我在头疼欲裂中醒来，好消息是昨晚没白吐，单子签下来了，我真的被提拔了，成了副总监。五一出差回来之后，我便没再见过大姐了，想必这女人是真走了。但是我也没怎么见到大哥，总觉得他不在家，总在外面跑。因为收入多了，我的日子好过多了，甚至是有点小幸运。我搬离了地下室，住到了地上，以每月3000元的价格整租下了一套房子，当起了二房东。我住上了真正的卧室，虽然是个朝北不见阳光的次卧，但我把主卧、客厅，甚至是厨房和阳台又分别租给了几个人。就这样，我每个月还能在回笼的租金上多赚200块，相当于自己住的房间没花钱。搬离地下室之前，我把一些用不着但还算值钱实用的东西放在了他们屋门口，算是一种变相的告别与帮助吧。想想他们，再看看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很知足，很不错了。那晚之后的很长时间，我都没有在早点摊上再看到过他们，直到入冬了。那天早上，那个大哥独自一人出现在了早点摊，看来他老婆是真的离他而去了。还是老样子，他在吃一份加辣豆腐脑，一屉小笼包。我刚想低头装没看见，没想到大哥也认出我了，招了下手，喊道：兄弟，过来坐。那是我们第一次正式交谈，也是最后一次。男人沧桑的脸上露出憨厚的笑，眼角的褶子堆积起来，露出发黄的牙。兄弟，谢谢你给我的包子，你搬走前留下的东西，我也知道是送给我的。大哥，是我谢谢你，那天晚上把我送到家，我真是喝多了，也没给你钱，这顿饭我请。没事兄弟，都是住一个屋里的，顺道而已。大哥这话让我心头一酸，很久没人对我说过这么暖心窝子的话了。不过那包子不是我给的，是你老婆给你包的，她还让我给你带个话，不过我那天出差了，没来得及说，我有些难为情的撒谎。男人听罢，顿时手一松，筷子掉了下来，他瞬间变了脸色，眼眶湿润，五官纠结到了一起，带着哭腔低声说道：我就知道那包子是我老婆包的，形状大小和以前包过的一模一样。他像记起了什么，猛地抓住了我的胳膊，哽咽又急促地问道：他包包子的那天是几月几号？他说什么了？我只能把五一假期期间发生的事情和他说了一遍，并转达了他老婆让我对他说的话：别去找我，就当我死了。然而大哥接下来的话吓得我出了一身白毛汗。不可能，我老婆在清明节那天就失踪了，如果她回来过，为什么不告诉我？我找她好久了，活不见人。大哥，你别吓唬我，清明节的事儿我可记得清楚，那晚你们12点多就回来了，大姐还浑身是伤，不是你打的吗？我试探性的提到了她的家暴。你胡说什么？我从来不打老婆。兄弟，你没骗我吧？你是不是记错日子了？4月3号清明节，没错，那天我们单位搞团建，我回来的晚，大姐的衣服都被扯破了，脸上的伤不轻，一直到五一假期给你包包子那天都没好。我肯定的回答，盯着男人看，我想看看这个人到底在耍什么花样，打老婆还不承认。兄弟，我真的从来都不打老婆，我爱护她都来不及，她为家里付出了那么多，我要是打她，那我还是个人吗？他顿时泪流满面，喃喃自语，他一定是受不了苦，自己走了。都是我太窝囊了，我没本事挣钱。他走之前还记得给我做顿我爱吃的肉包子，可是他为啥不亲口和我说呢？就是走，也让我明明白白的。说着，男人狠命地捶自己的胸口。我知道这个男人在哭什么，他们的事情我全知道。但是不对，我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我赶忙问：
大哥，你冷静下，你再想想，也许是你记错了日子呢。大哥从怀里掏出一个小本子，翻看了下，里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人名和数字，还有些混乱的文字。他抬头看着我说，就是4月3号当天，没错，那天晚上我老婆就不见了。我忙问，你说她失踪了？失踪之前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什么时候？大哥顿时语塞。兄弟，你还是别问了。我尽量语气平静地说，大哥，你和大姐是做什么的，我都知道，她都告诉过我了，而且是在她失踪后告诉我的。如果我猜的没错，你一直不知道，大姐其实没走，她跟在你身边很久。男人惊恐的表情我至今忘不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脑子转得那么快，想到了事情的真相，一个谁都不愿意去面对的真相。我继续问他，大哥，你还记得吗？我喝多了，半夜拦到了你的车，你把我带回了家的那晚，是不是清明节之后？我记得是清明节之后，那天你吐了很久，我扶你上楼的时候差点摔倒。大哥回想到，对，就是那天晚上，大姐也在车里，她脸上还带着伤，她和我说了你们经历过的遭遇，孩子没了。我说你怎么那天只顾着开车，不说话？因为这是大姐失踪之后，而且你看不见她。听罢，他狠狠地捶了下桌子，引得周围食客都在看我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不愉快。我的话让大哥哭了，泣不成声。我第一次见到一个汉子如此动容。大哥脸上诧异且悲痛的表情让我明白，他把所有的时间点串到了一起了，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顿时像被人抽走了灵魂，整个人萎靡了下来，虚弱地说，兄弟，那天我老婆失踪的时候，我们在拉活，我老婆她恐怕是在清明节那晚遇害了。大姐失踪那晚的真相浮出了水面。我经常听到他们房间里的低声争吵和女人的哭声，其实是夫妻俩对上街拉活这件事的争执，并不是什么家暴。大哥对这事儿一直抗拒，但是大姐苦苦坚持，两人甚至会吵得激烈。大姐总说这是来钱最快的方法了，我都不要脸了，你还要什么脸？咱们还完债，攒点钱就回老家重新过日子。谁知道为了给孩子看病，他们借遍了亲友的钱，包括工地上工友们的血汗钱。他们不是没有想过一走了之，只是每当想起借给他们钱的人也是穷人的时候，他们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干那个活，因为没有别的能来钱快的路子了。他们为了带着良心活下去，放弃了尊严。我实在想不出他们接到客人后大哥会做什么，大姐要面临的是如何残酷的现实。很多人喜欢以己夺人，用自己的想法去评判世界，却没想过自己的价值观不过是局限之下的产物。清明节那天晚上，夫妻俩照常上街拉活，街口有人烧纸，他们也想趁早赚一笔，早点回去给孩子烧纸。车子开到了河边时，一个客人上了车，与女人一番讨价还价后，客人提出不想在车里办事儿，而是去河边的树林里。为了多加的几十元钱，大姐跟客户走了，大哥独自在车里抽烟。但是过了许久，他老婆迟迟未归，他想进去看看，又怕撞到不敢面对的一幕。直到过去了1个多小时，大哥狠狠心踩灭烟头走进树林里，但是没有发现任何人。他喊了几声，漆黑的夜里没人回应。这个男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老婆被那个客人给带走了。他拨打老婆的手机，关机了。他开着车漫无目的的找，一无所获。他甚至都没察觉到老婆是什么时候消失的。他不敢报警，如果报警，大家都要进去。2个多小时后，他决定回家。也许老婆已经回家了呢，但是屋子里没有人。他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只能等。也许老婆办完事儿了，就会回家吧。一直到快12点了，
老婆还是联系不上。他下楼买了包烟，又买了瓶酒。他需要压压惊，因为他想到老婆可能是出事儿了，或者他实在受不了压力了，跟着客人跑了。不可能，两人一起经历了风雨，他要跑早跑了，家里的衣物还在。当他再次上楼时，正巧我下班了。我不但遇到了喝了酒的大哥，还看到了受了凌辱受了伤的大姐。我想问怎么回事，大姐使了个眼色把我瞪回去了。当我和大哥一起回想到这里时，我们已经明白了，清明节当晚大姐可能是遇害了，但她又回了家。从那之后只有我能看到大姐，大哥根本不知道他老婆还跟着他。我们面面相觑。大哥，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的是为什么你看不到你老婆，但我却能看到。我解释道，我老家在豫东一个村子里的，据说家里每辈都会出个特殊体质的人。我小时候见过村里出殡时躺在棺材里的老人，却跟着出殡队伍边走边哭。打那起我就知道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爷爷说，等我不是童子之身时就看不到了。我说出这话时，甚至庆幸自己还没交到女朋友，否则这个男人可能至死都不知道他老婆为何会离他而去。至此，我们又想明白了后来发生的事情。清明节过后，那晚我陪领导出去应酬喝多了，上了他们的车。大哥以为我喝多了，坐在车后面，实际上大姐也在车里陪着他，只是他不知道罢了。大姐并不是在车上寻找客人，她是在寻找祸害了她的凶手。她对我说出了他们夫妻二人的遭遇，也许是想让我同情他们。如果有一天她要真的离开了，就通过我的嘴告诉她的丈夫，她走了，并不是死了，让大哥以为她只是受不了压力跑了而已。这样大哥就不会再受到亲人去世的打击吧。聊到这里，我们都沉默了。清冷的风把桌上的小笼包和豆腐脑吹凉了，没人能再吃得下去了。我盯着桌上的包子，为什么大姐是在五一假期期间真正离开的？她为什么要做包子给大哥吃？那个奇香无比的肉馅儿，那个带乳头的猪皮，那个在树林里上吊惨死的男人。我想大哥也已经猜到了吧。那个客人害死了大姐，大姐放不下大哥，一直没有离去。她跟着出车，就是为了能再次遇到那个凶手，直到她找到了凶手，并给了凶手最合理的惩罚。幸好我没吃。大哥猛地吸了几口烟，站起身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兄弟，多谢了。我想好了，我要去报警。我做过什么事儿，我都认了。只要能把我老婆的尸体找回来，让我坐多少年牢我都愿意。我们出来的时候是一家3口，回去的时候也要一起回去。我没敢看他的脸，我知道他那一刻的勇气与担当。很多人认为穷人是因为懒惰、不努力、不上进造成的，但真正的现实是，很多深陷贫穷的人是身不由己，他们根本没时间考虑出路，考虑未来，因为单只是活着就已经耗费了他们全部的力气。此后，每当我遇到了困难，陷入了困境，都会想起他们的遭遇，想起那个大哥的果决，就会马上释然了。